有谁？你要干什么？我要拿世界第一！再说一遍，我要拿世界第一！在哪儿？还有谁？在昆曲。他就是下一个死神方便，年仅18岁就获得了31战31胜31次 KO， 管他是世界冠军还是何方神圣，在他面前通通撑不过一回合。被称为是下一个方便的是中国搏击小将徐元庆，此人拳法十分了得，腿法也是极其精湛，目前是除方便以外连胜最高的中国选手。然而他今天的对手是来自比利时的斯南，常年在欧洲打比赛的斯南，拥有上百场战斗经验以及超高的 KO 率，同样也是一位拳法了得、腿法精湛的自由搏击猛将。25岁的斯南面对18岁的徐元庆，虽然年龄比徐元庆大了7岁，但内心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压力的。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小霸王徐元庆是白色短裤，绿色短裤是比利时名将斯南。一上来二人并没有着急发起主动进攻，而是拿着犀利的拳脚进行试探。虽然斯南年龄比较大一些，但面对战绩如此豪华的中国搏击小将，斯南内心不免会有一些紧张与压力。比利时的斯南。好，这个斯南很有意思啊，因为之前我找不到他的比赛的视频，跟他经纪人要，他就把他被 KO 的视频拿给我看了。哇，他想扮猪吃老虎吗？哇，这一招是绝了。是，一般的运动员都会把一些最好的拿给大家看。那后来就是我确定啊，那个人是谁，因为有其他赛事把他的国籍搞错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判断是不是那个人。而且他之前打70公斤的，这次跳升上来打77。那面对我们这个徐元庆，2001年的，韩老师最怕这个2000年后了，太年轻了，一直提醒着他自己的年纪。但是徐元庆不愧是年轻小将，就是有活力，还没有试探多久就开始对斯南发起猛攻。要不是斯南成熟老练，及时化解此次危机，估计徐元庆绝对会大举进攻斯南。躲过一劫的斯南开始重新组织报价，对徐元庆发起进攻。到现在场场 KO，所以他胡老板很放心啊。这是他第一次登上5连锋的擂台，是因为基于之前的战绩和这个擂台比赛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看不出他有很稚嫩，没有。虽然也很年轻，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感觉真的很老练。他以前这个在八号演播厅比赛的时候，只要有顺远的运动员出现，他就会跟着，就是个小跟班，那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哦，原来他已经是很能打的一个小运动员了。啊，很厉害。是啊，他是从这个13岁就开始跟着胡老板，所以他有个绰号就叫13。对，训练蛮多年了。平时徐元庆也很刻苦，很勤奋。对，虽然徐元庆才年仅19岁，但战绩和经验丝毫不逊于比利时名将斯南。就算斯南的身高臂展占优势，时不时还会对徐元庆发起猛烈进攻。反观徐元庆的防守和防守反击，给斯南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不要低扫啊！你要注意啊，这个斯南的高扫地是很毒的，还有拳刚刚也打到了我们的徐元庆的下巴，所以徐元庆向前进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前手放出来，是要站的，老早不要站着，不要站着。我相信今天这个对手跟徐元庆之前打的可能就不一样了。对，比较老练，技术也比较沉稳啊，比较细腻，打得准。所以这个徐元庆刚开始想冲击，注意看，徐元庆打出的拳法特别迅速，1秒时间就打出了4、5拳。被击倒的斯南估计还在梦游阶段，看来徐元庆这个小伙子还真有2把刷子。我下巴，我就把你打回去，控回去了，太帅了，徐元庆。好，时间到。哇，徐元庆，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不断给我们制造惊喜的这样一个运动员。就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哈，蔡老师话音刚落，给初生之犊不畏虎，对，下巴被对方打了好几次，但是我不管你，是的，击倒对手。哇，太厉害了。刚开始你看对方的眼神还是很老练的。哦，打中了有点晃。哦，2拳，连3拳，对手倒了。来，跟着。
对，相信徐元庆拿到这次强毒之后啊，信心大增。对，第二回合动作会更多。第二回合开始了，不愧是被称之为下一个死神方便的选手，拳法了得，腿法精湛的同时，战术打法以及脑回路也是极其清晰，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慌乱。所以这就是徐元庆为什么能获得31战全胜全终结的原因。打拳靠的不只是力量，主要是脑子。蓝方开始用他职业拳击的技巧来对付徐元庆了。这个前手上勾，前手上勾拳通常是比较冷的，那徐元庆能够躲掉，代表他眼力不错。对。徐元庆一个不小心踢到了思南的裆部，能看得出来徐元庆绝对不是故意的，能以绝对的实力拿下比赛胜利。徐元庆为何要使用一些下三滥的招式呢？那个顺远目前有好几个教练，一个是带精英的陈教练，那目前徐元庆是由张教练来带着。就是通过一场一场的比赛，他们发现问题，找出不足，觉得教练这方面有点弱的话，他们就有调整。是，所以有了多的教练之后哈，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顺远的运动员的进步。对，他们以前更多的时候是经验比较多的老队员带新队员。是。那也是因为顺远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他老板又采取一些补强的教练团队。对。这徐元庆刚才给了1-2两拳。年轻小伙徐元庆并不像是年仅19岁的小伙子，更像是一位20多岁且处于巅峰时期的搏击选手。打出的拳脚不仅试探意义十足，而且还能在试探阶段对思南发起有效进攻。反观被读秒之后的思南显得特别老练成熟，几乎不敢对徐元庆发起较为凶猛的防守反击或者是突发猛攻。这个小孩前途非常的有希望，很年轻。对，我们不敢说无量，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还会遇到很多事情，会发生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情况。对，所以还年轻啊。哇！那也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战绩很完美就有所松懈，因为那个在全世界还有更多高手在那边等着你。对。像今天这个思南就是必须要过的这一关。没错，但相信过了这一关，他徐元庆也会再有一个提升。是。虽然徐元庆呈现出一副猛打猛冲的模样，但徐元庆实则是在佯攻思南，并且迫使思南发起主动进攻，从而达到徐元庆施展防守反击的目的。奈何思南的出拳频率根本就无法与徐元庆相提并论。徐元庆打出2套拳脚进攻，思南可能才打出1套拳脚进攻。虽然思南打的进攻很少，但拳脚命中率极高。不要停了，不要冲了！徐元庆可以多一点吸法，今天吸法还没做。光跟对方拼拳，其实会渐渐落入对方的这个陷阱里面，因为对方是喜欢玩拳的。好，还有10秒。是。那同时要小心对方的高手踢。哦。对方的高手是很冷的。这徐元庆第2回合手开始有点掉了，我相信思南的后脚的高扫踢已经在准备了，已经在有预谋了，所以徐元庆不能放松。好，有踢到了的。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包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好，第3回合。第3回合开始了，思南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打出拳脚进攻或者是拳法进攻，除非有足够的把握命中徐元庆，才会主动对徐元庆发起进攻。反观徐元庆前面2回合的突发猛攻，的确给自己带来了很多优势。不过思南的精准打击，徐元庆不得不防。我说一句喊对，你不要停了。
对，前手晃出来，哦，高扫上来还好，这个发力不完全。果然，这个思南准备好了他的高扫。对，这个都已经想好了。直接硬，出就硬。希望那个徐远庆也要有这种感觉，对手已经在瞄准你。对。这个在场上，其实两个人都要互相捉摸对方的心理。是。要叠对叠啊！哦，再放一下，抓得出，对，洪志现在抓得出啊，抓得应急。现在胡老板顺眼的胡老板非常紧张，是，因为这个徐元庆是他未来。时间正在1分1秒的流逝，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最后的1分多钟。老将思南表现出了老将该有的成熟稳重，虽然身处劣势，但思南并不慌张。而是拿着拳头和腿继续对徐元庆发起进攻，能读啊！但是呢，后面渐渐的思南找到自己拳击的方式，是的，所以徐元庆也有点陷入苦战喽，要小心。思南多次的有效拳打的徐元庆头破血流，裁判不得不暂停比赛来给徐元庆处理伤口。看来思南打出的拳头不仅伤害高，精准度也特别高。这样一来，思南很快就会将落后的比分追平。这个徐元庆千万分分秒秒都要特别当心。是，还是经验比较丰富的，调整状态调整的比较快。对手拳法准，然后后脚高扫顶在那边，蓄势待发。那徐元庆都仗着他年轻冲，但他教练也有在讲，不要一直冲，就是你要保持冷静的去打这个比赛。过去徐元庆31胜就是冲出来的，所以他相信自己的这个冲劲。冲是他的特点。是，而且比今天更冲，今天已经很克制了。那今天也是因为对手太难缠了，所以其实此时的徐元庆可谓是浴血奋战，眼睛貌似是被思南给打开了一道口子。看来思南的进攻招式还挺刁钻，眼角的部位是很多选手挥之不去的噩梦，因为徐元庆唯一防守漏洞就是眼角部位。然而这个思南利用精准的拳法频繁对徐元庆发起进攻，导致徐元庆不得不腾出防守来防御眼角部位。加油！好了。今天往好的地方看，就徐元庆的技术比较细腻一点，不会像以前就只有冲。今天是攻守进退都蛮不错的，那只是对手的经验比较。对。好，10秒。好，接下来这个比赛结果要交给裁判了。3回合苦战结束了，二人搂抱一下，代表惺惺相惜。虽然思南脸上没有挂彩，但这不代表思南的有效点数占优势。反观徐元庆脸上虽然已经挂彩，但并没有出现被击倒或者是扣分想象，所以说徐元庆赢的局面还是偏大一些。这一脚挂到头上了。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包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28比28，2号裁判28比28，3号裁判29比28，平局，加赛一局。最终裁判判定比赛为平局，加赛一局。听不懂中文的思南还以为出什么事故了呢。看来思南在中国打比赛的时间真不是特别长，不愧是比利时名将，实力这一块的确很强。平局28比28。好，加赛局开始。第4回合开始了，二人经过3回合的试探，对彼此已经十分了解。进攻攻势增强的徐元庆出拳的精准度也增强了不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会擅自出拳。反观思南一直都是在使用这个战术，所以二人的加时赛会显得比较诡异，高手之间有可能在出拳的一瞬间就可以分出胜负。现在这个蓝方思南开始用一些怪招了，徐元庆也要特别当心。那徐元庆今天呢就是冲，但是他的组合比较少一点，对，而且落点没那么分散，所以相对的思南比较好去防守。对，
不过徐元庆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今天遏制住了思南的蓝方选手思南的那个高扫，对，哦，硬挺住了，对。注意不要打后脑。是。如果思南敢出拳，那么徐元庆的防守反击一定会紧跟其后。反观徐元庆要是敢发起进攻，那么思南的防守反击一定会紧跟其后。所以二人在点数上的控制极其恐怖。此时对拼的不只是点数，更多的是状态、体能、心态等等方面。肩膀放松一点。前排硬挡，后置硬挡，后置不是后排啊，后置。按掉出来。现在打还是5-5波，硬挡，难分高下。对。徐元庆有这个摇头的习惯。哇！思南躲得很轻松啊，对啊，一个转身就逃走了。姜是老的辣。打完拳下腿，打完拳下腿。哦。相对的思南打的是比较分散，落点分散，比较难防守。那我们的徐元庆打了19岁小霸王徐元庆能有如此充沛的体能，绝对是一个练习拳击的好毛子。人家19岁可能还在读书或者是在打工，可是徐元庆的19岁却已经站在国际擂台上为国争光，而且还打出了31战全胜全终结的战绩。这样的魄力并不是所有人能够拥有的。看到椅子就打，对，看到椅子就打，因为有时候都已经在缺氧状态，因为视线都很模糊。软脚喽，有机会。徐元庆，年轻是你的本钱，冲吧！再给闯美机会。好，10秒。是。还是胜负难料。继续加时赛也随之结束，台下的观众看得不亦乐乎，鼓掌欢呼就足以证明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老将思南也是倾尽所有来应付徐元庆，反观年仅19岁的徐元庆也拿出了毕生所学，拼尽全力，不管输赢就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现在宣布比赛结果：加赛局1号裁判10-9，2号裁判10-9，3号裁判10-9。比赛结最终获胜者是小霸王徐元庆。虽然没有 KO 掉思南，但在第一回合出现了击倒的画面，所以说徐元庆身上还是拥有 KO 对手的能力。如果觉得徐元庆打得精彩，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徐元庆的硬气。